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与6月大结局3个月后，任嘉伦赢粉丝撕热搜，谁第2谁破防？谁能想到，在老子一样大结局3个月后的某一天，男女主的粉丝居然撕了。这部剧还能说什么？从视频一出，任嘉伦就一直被嘲讽。任嘉伦演戏配音都有问题，主要是他没有肌肉却穿着肌肉套装，是假的。那个时候，无论是特效还是做工，头身比例五花八门，都不符合。所以在影片发布的时候，任嘉伦是被嘲讽最多的一个，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君子初时播出后，效果还行，我猜至少群戏还行，配角不是工具人，衍生品不错，女主也不傻甜心，她确实是靠她的智慧取胜的。这部剧不管怎么看，迪丽热巴都是剧中妥妥的大女主。从开拍到开播，两方的粉丝就一直在为人气问题争吵不休。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楚地了解您想要什么。实际情况是，你可以找到很多从业多年的人，但他们没有 Dilly Gibbo 那么火爆，所以绝对是 Dilly Gibbo。在这部剧中，任嘉伦的声音还是蛮多的。一个肯定是造型问题、演技问题。虽然都知道任嘉伦上了热搜，几秒钟的表情变化是怎样的，但演技真的进步不大。这部剧他的配音也是有问题的，听他原来的台词，士气弱，和他调情，声优阿杰是任嘉伦现在的专属声优。相反 Hotback 并没有什么好吐槽的。迪里巴巴任嘉伦球迷互撕，这部已经结束了3个月的剧，谁知道呢？2个粉丝又在撕逼了，还是二凡上热搜了，样子啊，谁二凡，谁破防？每次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哪一个又被拉出热度了。实际情况是，你可以找到很多人在市场上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他们已经在市场上很长时间了。二凡广场已经沦为 Dilly Gibbo 和任嘉伦粉丝的聚集地，双方互吐脏水。这次是谁挑衅的？那么无论如何，这波浪潮的问题是谁？因为有 YXH 为了用6月红包给第2次打鸡吃，结果评论区和热转都被打脸了。某 YXH 为了爱掉皮，精选评论，只有粉丝可见全线火爆，男粉直接破防，评论区女主内涵，疯狂踩戏。然后2个粉丝开始撕逼。我想，如果撕裂严重，可能是官方命名的其实二番从不丢人，二番不丢人，表现好，怎么能不出众呢？即使是第3或第4位演员，也可以为自己出名。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看看《知否》中的第1夫人，她的印象非常深刻。但为了报复没有在第2个角色中表现出色，踩到一个人的心灵和灵魂是一种耻辱。你认为谁应该为这场撕裂的战斗负责？02出奇段奕宏，平庸没意思。网友：单身老爷子买机器人媳妇，在本质上就像迷雾和有魅力的人一样可爱的媒体机构中，最关键的是奇迹和有魅力的人。对比鲜明，卓越非凡，新奇的个人品质或能力可以承受交由。现在很大一部分明星都在紧张地寻找好作品，想要有一个代表作品，他们可以拿下。如果你有幸帮助前辈，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掌握演技，并进入一个新的水平。老艺人有自己的洞察力和小能力，这会导致新艺人更有可能进入工作岗位。经常在这样的合作下，有糟糕的作品是很麻烦的。比如张艺兴的帮凶刘奕君和孙红雷在《扫黑风暴》中的表现。目前迪丽热巴年纪特别大，段奕宏拍摄的 Vogue 电影封面已经送达。合理的说，这种混合应该引起更多的考虑。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又多了一份委屈？这段时间，王鹤棣一直在热搜，名气一直居高不下。当被问及他重庆的形象是谁时，
这是一位特别有名的顶级人物，他不假思索地向迪丽热巴致敬。迪丽热巴是媒体界的非凡艺人，深邃的五官和高挺的鼻梁已经变成了众人的嫉妒。她的卓越和风格通常会吸引更多的人被她迷住。迪丽热巴的介绍时间不长，但她有很多表演者。帮凶监督杨幂组织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妩媚精明的小狐狸凤九给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渐渐的和高伟光牵手进行了《三生三世枕上书》，这一次迪丽热巴从一个配角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女人。她与统治者开始了不朽的施虐受虐关系。在剧中，迪丽热巴的表现值得关注。在这2部剧集之后，迪丽热巴走红了媒体。她可能真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盟友。经常出现在练习中的迪丽热巴，本质上就像从画布上浮现一样华丽。最典型的是她的花朵小精灵形状，身穿印有玫瑰的白布长裙，头戴红玫瑰回荡的红宝石王冠，再加上她深邃的五官元素，基本就如同一个惹人怜爱的神仙化身一般可爱。小精灵之后，迪丽热巴又变回了火辣小姐姐。她穿着一件香槟色的吊带裙，完美地展示了她的身材。吊带的平面图露出了她细细的脖子和锁骨，纤细修长的手臂明显更加突出。紧身的计划完美地勾勒出她的小腹部和背部。每次去场合都那么可爱的迪丽热巴，这次段奕宏到底是为了什么走下坡路呢？有没有可能是运动员段奕宏拉低了自己的水平？那么，我们一起去了解段奕宏，然后调查一下为什么2人第一次参加介绍的时间比较长。段奕宏可以算是圈子里的老人了。段奕宏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自己的第一人是陶虹，但是陶虹没有早早的回答，说他错过了。大约在那个时候，这段采访视频就一直在稳步传出，段奕宏这个名字也被更多人知道了。段奕宏虽然名气不大，但也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老艺人了。出身贫寒的段奕宏，在电视剧中一般都是闹着玩的。一方面，段奕宏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打法。他对演戏的孜孜不倦，促使他扮演更多的麻烦制造者和英雄。话又说回来，他自己的照片符合麻烦制造者这个词的意思。此前，一张他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凭借清晰的二头肌和幸运的肌肉力量，这位498岁的老人不仅不像中年男人那么油腻，而且对运动员来说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充满体育精神的段奕宏也被称为漫步化学。由于他，网友们走进所有重要的男工匠，以认识和更深入地研究段奕宏的自我管理。有网友表示，我希望不同的男艺人也能有这种意识，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好。现在不再说6%的腹肌什么的，至少他们可以长得又高又好看。其他男艺人，请不要对自己松懈。一种是身材火辣的魅力女星，另一种是成熟强壮的硬汉。根据标签，2人的合作应该是完全对比的。这样的布局毫不拖延地满足了观众的期望。然而，就在2人合作的被子暴露出来的同时，期待体验一下子就降到了0。2个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未婚的人被拍到了一起，更别提有什么故事经历了。段奕宏的眉样不能简单的引文字，但分分钟可能会困住一只会飞的蝴蝶。原本以为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却突然被排除在了沧海桑田没有爱上他的感觉之外。再看迪丽热巴，厚重的齐刘海显得土气，使坚硬的五官显得更加生硬，鼻孔显得越来越大，一般不协调。更妙的是，有几位网友提到，人类就像买机器人媳妇的单身汉。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异国情调？只剩下老爷子和村姑。有时候，如果你想把主题和故事凹进去，主角的气质就被忽略了，而本应突出的祝福却被削弱了。现在不再是简单的排除一些不起眼的争吵，
迪丽热巴原汁原味的专属时尚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光彩是最重要的标签，而段奕宏的成熟帅哥是这个话题。那些人类的碰撞本该有更大的意外表现，然而因为所谓的个人牵扯，两人的实力已经被彻底粉碎。被子上的人就像是没有灵魂的玩意儿，是由他创造出来的。